和林燕分手后，我发现自己怀孕了。告诉他时，他却冷笑：不可能是我的，我们什么时候睡过？我听此气极了，骂他敢做不敢当。2个月前在你家，我们明明发生了关系，他反驳：你撒谎也不打听打听。2个月前我在南极为企鹅上哪睡你？而且那回家里只有我哥，我哥那么讨厌你，难不成还是我哥睡的你？说着他贴出机票。我顿时傻眼了，难不成和我发生关系的真是他哥？刚结束深夜加班，我收到了林燕的短信，她说她喝醉了，让我 Freedom 酒吧去接她。坐在办公椅上，望着已经空旷沉寂的办公室，我沉默地按熄屏幕，最后还是带着满身疲惫打车到了她说的地点。刚到包厢，推开门就看到林燕慵懒地坐在沙发上，旁边美艳的舞女整个人紧紧贴在她身上，她不管不顾地游自笑着，大手暧昧地搭在舞女纤细的腰上。她一旁的朋友笑得不怀好意，挤眉弄眼调侃着她：燕哥还搂得那么紧，你家那位会可来了，你不怕他看见生气吗？林燕就着舞女的手抿了一口酒，语调慵懒闲适：怕什么？他呀，舔狗一个，赶都赶不走。这话让我走动的脚步不由得顿住，整个人愣在原地，心脏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捏住，让我不由得喘不上气来，浑身血液骤停，大脑在此刻空白。他朋友又在说，也是，季楚那女人爱死了燕哥，看到了又怎么样？还不是继续死皮赖脸贴在燕哥身后。林燕笑了笑，没有说话。一旁的朋友说得更起劲了，跟包厢里的众人科普起我的舔狗事迹。季楚那女人就是燕哥的舔狗，大学时燕哥只是偶然说了一句早上想喝校外那排队人巨多的豆浆，他就每天大清早6点起床去排队买来给燕哥。晚上燕哥要是说想吃宵夜，他更是风雨无阻去给燕哥买。就连燕哥翘课跟校花约会，他都能跑去燕哥他们教室听课，替燕哥记笔记。在众人对我不屑的笑声下，那人科普得越发起劲，而我却苍白着脸，再也听不下去。我用力扣了扣门，瞬间包厢里的众人看向了我，场面一时有些凝滞。我听到那人低声跟别人科普，那就是燕哥的女友季楚。而后人群又发出一阵嬉笑声，就连贴在林燕身上的舞女更是挑衅地看向我。我抿了一抿唇，用尽全身力量挺直了身板，慢慢走到林燕面前，很是疲惫。林燕甩开身上紧贴的舞女，若无其事地想要伸手揽住我的腰，语气低沉而又温柔。来了也不出声，有看到听到了什么？我下意识侧身避开，面无表情道：都看到听到了。林燕皱着眉收回了手，无奈地笑了笑：闹什么脾气，玩玩而已，玩玩而已。我被这句话刺得浑身发抖。搂着别的女人让你朋友笑话我，是玩玩而已吗？林燕，你到底有没有把我当成你的女朋友？我气得忍不住把手中的包扔向他，眼底发酸。和他在一起，他总是不在意我。哪个女人能忍受自己男朋友在自己面前和别的女人亲亲我，尤其是那些女人还在挑衅我。林燕伸手挡住包，一把拽住我的手，面色变冷。季楚，你发什么疯？你不是一早就知道我是这样的人吗？现在就受不了了？对，我受不了了，这么多年我受够了，我们分手吧。我忍着涌上的热泪，声音沙哑冲他大喊。林燕是京城有名的公子哥，一向只有别人捧他的份。面对我提出的分手，在众人面前他落不下面子，便一脚踢上沙发旁的酒桌，发狠道：分就分，你别后悔。我擦了擦湿润的眼尾，说不清是得到解脱的落泪，还是疲惫太过。我捡起地上的包，在众人看戏的眼光下转身离去。手触上门把时，身后又传来林燕的怒吼：季楚，你他妈离开这间屋子，就别想再回头找老子。我顿了顿，毅然决然地拉开门走了，把一世的喧嚣丢在身后。撞了那么多南墙，我怎么可能再回头？
我喜欢林燕的原因很简单，她在某个深夜我摆摊卖东西时，替我赶走骚扰我的流氓。她戴着口罩，语气清冷地安慰了我，还买了我摊上所有粉粉嫩嫩的饰品，就为了让我能赶紧回去。后来我到处打听到她的名字，得知她和我一个学校后，我找上了她，正式跟她道谢。她却挥了挥手，笑得张扬。小事一桩，只这一件事，我喜欢了她4年，也追了她4年。为她买早餐，为她记笔记，在她酒醉时风雨无阻地接她，忍耐她身边无数莺莺燕燕。直到毕业聚餐上一次真心话大冒险游戏上，她接受惩罚向我表白，于是我得偿所愿，和她在一起了。她对外人称呼我为女朋友，却又不管不顾和别的女人暧昧，任由她的朋友侮辱我。当我面居高临下说我是她的舔狗，说我爱她爱得要死，说她就算在外面怎么鬼混，我都不会和她分手。你看，她从始至今都知道我爱她，却肆无忌惮践踏我的爱。可是爱是有限的，如今我的爱消耗完了，我也是时候要离开了。就算昨天折腾了一晚上，可怜的社畜还是要早起上班。刚坐到办公椅上，我就被大 boss 林毅使唤去给他泡黑咖啡。一大早，估计没吃晚餐，我胃有些难受，闻着咖啡味不禁有些干呕。忍着嗓子眼泛上的酸意，我端着咖啡走进了林毅的办公室。刚放下咖啡要离去时，身后传来低沉好听的声音：听说你和林燕分手了。我转过身，面无表情回道：请问林总以什么身份问这件事？以我前男友哥哥的身份，还是公司领导？我和林燕分手后，我最担心的就是顶头上司林毅。他是林燕的亲哥哥，又一直看我不顺眼，觉得我配不上他弟弟。如今我主动把他弟弟甩了，他估计更讨厌我。毕竟我当初过五关斩六将，在这家公司杀到终面，而他看到我的脸时，差点直接把我刷下去。要不是我基础扎实，面试够稳，我还进不来这林氏集团。进来后，他更是为了折磨我，把我调到他办公室，成了他的助理，从各方面对我苛刻至极。幸好公司给的待遇极高，不然我早把辞职信甩他脸上。不过林毅今天貌似心情很好，向来冷着的脸微勾了嘴角。以一个男人的身份来打听。我疑惑地歪了歪头。什么莫名其妙的话？林毅今天疯了吗？林毅快速收起勾着的嘴角，咳嗽一声：没事，你出去吧。我暗地里翻了个白眼，老板的心思你别猜。我刚走出林毅办公室，就闻到一股奶油味，转头便看到梁秘书在偷偷摸摸吃小蛋糕。我瞬间反胃，想要呕吐，急忙冲进洗手间。由于今早还没吃早餐，吐了半天，只能吐得出一些酸水。洗手间里的同事看我吐得厉害，不禁顺了顺我后背，疑惑地问我：基础吐得那么厉害，你该不会怀孕了吧？我心下沉了沉，面上却毫无表情反驳道：没有的事，我只是肠胃不舒服而已。好吧，我就是看着有点像孕吐。也是，基础你一个牡丹怎么怀孕呢？我是公司常加班的劳模，同事一直以为我是单身状态，我也一直没反驳。但我真的有可能被同事说中了。我经期一向很准，可这个月却晚了10多天，而且1个多月前，我刚好和林燕睡了。虽然那会我喝醉，但是在他家，在他的房间，我知道睡了我的人是他。昏暗的浴室里，他灼热的大手游走在我的身上，浑重的呼吸声掩埋在我的颈窝里。想到这，我不由得脸一热，随后又懊恼。人干事，分手了才发现怀了前男友孩子。下班后，我直接去药店买了验孕棒，回到家后，按着说明书在厕所鼓捣。虽然早已做好心理准备，但看到清晰的2道红线时，我还是忍不住深吸了一口气。等平稳下情绪后，开始暗自思考接下来怎么做。我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，积蓄不多，出身福利院，也没有父母的支持，还和孩子的父亲分手了。
所有的条件都不得不提醒我，这个孩子我不能留。我手不由得摸上了肚子，想着里面有个小生命，而且这个小生命是这世上与我唯一有血脉相连的亲人，我心里就不由得有些发软。可理智告诉我，我不能留下他。宝贝，我很想要你，但是妈妈真的负担不起你。我拔了林燕号码，他是孩子爸爸，孩子被打掉的痛苦不能只有我承受。电话接通了，林燕那边很吵，估计他还在酒吧。这么快就忍不住找我了？我还以为你多有骨气。他慵懒得意的声音在电话那头响起，旁边还有别的吵杂的声音，是他狐朋狗友在说话。我就说基础是舔狗，你看他这不是还没到1天就来联系燕哥了吗？我赢了，来给钱。哎，真没骨气，我可是赌了他1个礼拜才联系燕哥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选择无视这些拿我当赌注的垃圾，开口道：林燕，我怀孕了。那边的林燕还搞不清楚状况，自言自语道：别以为你说2句好听的我就会和你复合，向来只有我甩别人的份。我扯了扯嘴角，无奈地打断他。我说我怀孕了，是你的。那边愣了一下，随后大笑，哈哈哈，你开什么玩笑？记住，你想复合也用不着来这招，我又没睡过你。我听此气急了，敢做不敢当的玩意。2个月前在你家，你的房间，我们明明睡了。林燕，你是不是男人？敢做不敢当。林燕笑了好久才停下来，反驳道：你撒谎也不打听打听，2个月前我在南极喂企鹅，上哪睡你？而且那回家里只有我哥，我哥那么讨厌你，难不成还是我哥睡的你？说着，我微信收到他发过来的机票，的确显示那天他去了国外。我瞬间傻眼，难不成和我发生关系的真是他哥林毅？林毅和林燕长得极像，身材都很类似，只不过林燕性格多散漫些，而林毅则清冷克制很多。2人不说话时，不细看是不太分辨得出的。然后那天我陪林毅出席一个酒会，我喝醉了，林毅也喝了不少，我还真有可能把林毅当成了林燕睡了。第2天一早，我手撑在办公桌上，眼神直勾勾盯着林毅的办公室，想了很久都接受不了，那天睡了我的人是他，而且估计他和我一样记不得这事。想到这，莫名有点想知道，要是他知道自己喝醉后和弟弟女朋友发生了关系，会是什么脸色。毕竟他和风流的林燕不同，他向来清冷克制，不近女色。起码我当了他助理半年，从没见过他和哪个女人有过暧昧。且一想到那天晚上，隐约的印象中，他一脸玉色的起伏在我身上，一次又一次地鞭挞着我的身子，我就不由得面红耳赤，口干舌燥。我想得太入迷，一旁的梁秘书走到我旁边，我都没反应。他笑着打趣我：怎么突然发现老板的帅气，被他迷上了？我被吓了一跳，磕巴着反驳：啊，迷什么？谁上班会爱上老板？我又不是受虐狂，怎么会喜欢折磨我的？哎，你戳我干什么？然后梁秘书的一句话把我唤醒了。林总早。我转了转眼珠，咔咔转了脖子过去。林毅正面色不愉地看着我俩，最后盯着我说了句：来我办公室。我在梁秘书爱莫能助的眼神下，悻悻跟着林毅进了办公室。刚还在回想和他的那一晚，如今马上和他身处在密闭空间，看着他清冷俊秀的脸，我略有些不自在。你昨天身体不舒服，今天为什么不请假？他声音也好听，低沉的紧，越想越和那天晚上在我耳边粗喘的声音很像。怎么不说话？不舒服吗？脸那么红。我还反应过来时，林毅地站到我身旁，语气清冷。他伸出手向我而来，似乎想要触碰我的额头，然而我却下意识地歪了歪头避开。林毅的脸色瞬间冷了下来，屋子里的温度起码低了5度。记住李，既然你身体健康，那就出去工作吧。错觉，都是错觉，这人还是一如既往的大魔王。笑死，我刚居然以为他在关心我，
等我完成好林毅的布置的工作，已经快晚上10点了。我伸了伸懒腰，看向周围同事位置已经空了，唯独林毅的办公室还透着光亮。虽然我老说林毅对我苛刻，常让我加班，可不得不说，在他身上我学到了很多，而且他从不是把所有工作都甩手给下属的人。他对别人苛刻，对自己更苛刻。要不是他是我前男友的哥哥，我说不准还真会爱上这种人，会留下肚子里那个孩子。毕竟他认真、严谨、帅气多金，还不爱女色。算了，想起那天晚上晃个不停的灯影，还是把不爱女色划掉。我晃了晃，把脑子里的热辣画面晃掉。在这干嘛？还不回去？熟悉的男声响起，抬头是林毅冰冷俊秀的脸。我咳嗽一声，这就回去。那就走吧，我送你。林总，不用了，我打车就行。最后，我还是坐上了他的副驾。他直直开往我家的方向。其实这不是他第一次送我回家，在每一次加班，只要超过8点，他都会让人点夜宵，还会提出送我回家。为此，梁秘书一开始还说他对我有意思，不然怎么不送别人？可自我来了秘书办后，我是受他折磨最多的人，梁秘书就不再提起这事。我想到这，我感到有点好笑。哪有喜欢一个人就疯狂折腾别人的人？这种招数，幼儿园的小朋友都不玩了。你笑什么？我摸了摸唇角，才发现自己笑出了声。我摇了摇头说，没有。窗外的路灯一排排一闪而过，车内飘荡着舒缓的纯音乐。我话落后，车内除了歌声机不可闻，我莫名感到不自在。也是，没几个人知道自己和上司睡了还能无动于衷，尤其上司还是自己前男友的哥哥。好不容易挨过难言的氛围，到了我家楼下。谢谢林总送我回家，说着我就解开安全带，要拉下车门，却发现怎么都拉不动。我疑惑看向林毅，林毅打开车窗，一手搭在方向盘上，一手握住手刹。他侧头看我，眉头微微一挑，聊聊，整个人闲散而又透露着莫名的危险，极具张力，压得我有点喘不上气来，说话磕磕巴巴。聊什么？酒会那天晚上的事。我心里一下惊奇，面上却装傻道，那天晚上有什么事？我在赌他记忆不清，不然也不会现在才提这回事。他左手屈起中指，不耐地敲了敲方向盘，声音淡淡，记楚，别装傻哦，还真记得。我收起脸上的装模作样，面无表情。那天我们都喝醉了，就是个意外，他不爱我，我也不爱他，我们之间身份也不匹配。他还是我 boss， 我目前也不想换工作，就算我已经怀孕了，我也不打算告诉他继续和他有什么情感上的纠葛。他声音逐渐变冷，昨天李秘书说你在洗手间吐了，李秘书就是那天在洗手间帮我顺背的人。我缓缓吐一口气，我那天肠胃不舒服。他静默了很久，那天晚上我没戴套子，我以为你怀孕了，我沉默了。我真受不了这人顶着一张清高禁欲脸和我聊带不带避孕套的事。我脸蛋冒烟，恼羞成怒道，那我真怀孕了，你打算怎么办？你可别忘了，我们上床那天晚上，我和林燕还没分手。说着我就要离开车门下车，结果下一秒却被林毅一手拉住，压在了车座上。他面容是触目惊心的冷漠，他冷着一张脸，直直对着我的嘴压下来。他冰冷柔软的唇恶狠狠压在我的唇上，柔软的舌头在我不设防时滑入我的口中，搅动着我的舌头与他共舞。一开始我是挣扎的，被他吻到越后面，身子就越发软了。我整个人呼吸急促起来，脑袋也昏昏沉沉。等我意识回来时，我已经瘫软在他怀里，双手虚虚地搭在他的脖颈上。他的手一手揽着我的腰，另一只手掌搭在我的脖子上，暧昧地揉搓着。最终他低头紧贴着我的额头，带着汹涌欲色的目光和我对视，语气强势。我想要你，很久之前就想要你。
只要你愿意。林燕的看法从不重要。我目光闪烁，被她赤裸的眼神和直白的话语吓到，不自在地问：我追了林燕那么多年，你确定爱我吗？她抬头吻了我的眉心，斩钉截铁道：我爱你。在很早很早之前，在你追林燕之前。随即她用蛊惑人心的声音反问我：况且你是真的爱林燕吗？那天晚上你反应那么生涩，床单上还流了血，你分明是第一次。如果真正爱一个人是会对他有欲望的，你追了他4年，谈了半年都还是处子，说明你没想过和他做爱，不然按他来者不拒的惯性，你早就不是处子了，不是吗？我不同，我对你时时刻刻有欲望，从知道自己喜欢你那天，我就只对你有欲望。那天晚上，你的反应也在告诉我你是对我有欲望的，对吧？说到最后，他低头吻住了我的唇角，语气魅惑。我被他的话语牵绕，不禁回想起追着林燕的4年和谈恋爱的半年。我发现我真的从来没想过和林燕睡觉，除了嫌弃她不干净是根烂黄瓜外，我还真没对她有过任何身体上的欲望，甚至都很抗拒和她的亲密。而我那晚的的确确在林毅身下感到了那虚无缥缈的快感。我怔怔看着面前似妖精的林毅，嘴硬反驳道：我没有。不，楚楚你有，别欺骗自己。说着，他低头咬了我上唇一口，不疼却存在感十足。我愣在原地，过了许久才反应过来，推开林毅，低声再次反驳：我没有。林毅直勾勾看着我好一会，而后轻笑靠回了驾驶座。我恼羞成怒道：笑什么？笑我的爱情终于来了。我扯了扯嘴角，冷硬道：我要下车。好，对了，要是真怀孕，一定要告诉我，我会负责的。我站在车外，可有可无的点头，随后在他芒刺一样的眼神中上楼。我洗漱完，躺在床上发呆，思考今晚的事。一向冷淡克制，对我苛刻的林毅居然喜欢我，而且我真的对林燕没有欲望，也不喜欢她，只是把感激之情当成了心动。难怪我对林燕一次又一次的劈腿感到由衷疲惫、耻辱，却不会像舍友分手时有那种撕心裂肺的感觉。还有，我肚子里的这个宝宝怎么办？还要打掉吗？他是我这世上唯一的亲人，我有点舍不得他。况且林毅不是说了，要是怀孕会对我负责吗？我是不是可以相信他一次？哎，好烦啊！第二天一早，我挂着硕大的眼袋，一如既往去给林毅泡咖啡。在茶水间，有几个同事正聚集在一起，压低声音，不知道在八卦什么。我走到旁边，像往常一样插入话题：你们聊什么呢？嘘，一旁的小美鬼鬼祟祟地冲我说道。我挑了挑眉，这么神秘。季秘书小点声，我们在说林总相亲对象的事。什么？林毅要相亲？嘘，小点声。我听家里姑妈朋友的侄女说的，林总最近被安排了相亲，和盛世集团的大小姐，听说两家要联姻。咱们集团最近不是挺多和盛世的合作吗？这就是个信号，我的心顿时凉了半截。昨天和林毅发生的一切好像是个幻影一样，原来他虚假的深情都是谎言。我扯了扯嘴角，不由得笑了笑，说不定也有一些真的，比如想睡我这句。我越想越悲哀，手情不自禁抚摸上腹部，恍惚想到这个宝宝是非打不可了。毕竟我不想他生下来就是个私生子，我不能那么自私。我头昏脑乱地把咖啡端进了林毅的办公室，有气无力打招呼道：林总，请喝。办公室门合起，林毅挑着眉问我：怎么了？今天这么心神不宁？他神态清冷，语气平静，和往常没有什么区别，仿佛昨晚他在车里强吻我的事不存在一样。也是，人都要和富家千金联姻了，我吗？不过一个逗弄的小玩意，根本不需要在意。我摇了摇，重整一下神色，斟酌着开口：林总，我肠胃炎犯了，明天想请个假去医院看看，既然下定决心，还是得早点打掉，免得久了感情深，那就更舍不得。
林毅放下咖啡起身，语气莫名有些着急。严重吗？要不要我陪你去看看？你看这人演的可真啊，都是快有未婚妻的人。我摇了摇，神色无常地出去了。第二天，我在医院不知道的情况下，林毅接到了弟弟林燕的电话。哥，为什么我要和盛家那丫头相亲？林毅看了看基础 OA 上提交的请假单，漫不经心道：对家族没有贡献的人出去联个姻，怎么了？哥，我不喜欢那个丫头，那个丫头玩的可花了，谈男朋友都是8个一起谈的。你也半斤8两，和你正般配。不说了，我忙。在林毅不耐烦要挂断电话时，那边林燕花招百出。可是我有了女朋友了，她叫季楚，是你身边那个助理，你最讨厌那个隔三差五让她加班那个。林毅咬牙，放屁，你们不是分手了吗？啊，哥，你居然骂人！我没时间和你废话，这个联姻必须是你。听着林毅要挂电话，林燕现出了大杀招。别，主要是我想说，季楚她怀孕了，怀的是我的孩子。林毅这回是真气了，他天天看在眼皮底下，每天安排工作，让他不得不加班，他上哪怀去？而且季楚分明不喜欢这傻子，他喜欢的自己也只和自己睡过。是真的，他那天打电话给我说的，快2个月了，我朋友都听见了。林毅下意识反驳道：2个月前不都在南极喂企鹅吗？你确定就是怀你的？不对。林毅回忆起刚听到的2个月，想起季楚在洗手间的干呕，再看看 OA 上的病假单，呼吸不由得一滞。原来她真的怀孕了，可是她为什么不说？自己明明说了会负责，难道她不想要这个孩子，也不想要他，所以才不告诉他？一想到这个，林毅面色就越发冷硬。喂，哥，你在听吗？我不去。林毅挂断弟弟电话，难得慌乱地冲出办公室，问梁秘书：你知道季楚今天去医院干嘛吗？梁秘书一脸莫名其妙，他说去看肠胃。他还说了什么？他说有必要的话会请几天假休息休息。对了，一切都对上了，只有流产才需要休息几天。林毅眼睛都红了，为了自己即将失去的孩子，以及他不喜欢自己的事实。梁秘书看着顿时沮丧的林毅，有些好奇，却还是尽责问道：林总，请问下午需要提前空出多少时间？和盛小姐的相亲宴约定时间是下午6点。林毅挥了挥手：你打电话给2少安排吧。啊，盛小姐相亲的对象不是您吗？金秘书这边写的安排是需要提前空出您的时间去参加相亲宴。林毅缓缓抬头，眼神瞬间变得明亮。你是说季楚以为和盛小姐相亲的是我？啊，可能是金秘书不小心会错了意。啊，林总您去哪？我来到医院后，当躺上那张病床时，我后悔了。我发了神经似的从病床上下来，对着护士说：我反悔了，我要留住他。带头的护士严肃地看着我：你确定吗？确定，我就告知医生手术取消。我流着泪，语气哽咽：我确定，我还是舍不得他，舍不得这世上唯一和我有血脉相关的人。大不了我回去就辞职，然后找个物价低的小城市把他生下来，省钱总是够花的。我收拾自己东西准备回家时，我在医院门口撞到了林毅。他气喘吁吁地朝我跑来，然后再一把抱住我，语气哽咽：我以为来不及了，我以为你把宝宝打掉了。我要推开他的手，一愣：你都知道了。随即想到他即将和盛小姐订婚的事，我语气又冷漠起来：可你不是要结婚了吗？你放心，我会带着他离得远远的，我保证不打扰你，你知道的，我又不喜欢你。不会。话还落，林毅捂住了我的嘴巴，认真地看着我：你别说了，和盛小姐联姻的不是我，是林燕。你不喜欢我没关系，我喜欢你，我愿意对你和肚子里的孩子负责。要是你不喜欢孩子的话，我们也可以不要他，但你不能不要我。我最后没有明确回复林毅，我脑子很乱，不知道要怎么做，我只知道走一步算一步。
我最后还是从林氏辞职了。在医院的时候，医生就说我有先兆流产迹象，建议卧床多休息。我不得已提了辞职，林毅却说会为我保留职位，如果身后我想回来上班，就可以随时回来。他也不在意我的不回应，一下班就往我这边房子跑。为了方便照顾我，他还把隔壁房子买了下来，天天早起给我弄营养早餐，晚上下班回来给我炖汤，中午有时间就回来给我做饭，实在没时间就让人给我送饭。每天对着食谱研究孕妇适合吃什么，孕妇怎么样才能心情愉快。我从未想过一向对我冰冷严苛的林毅对我变得如此柔情。我猜大概是他看在宝宝面上吧。可孩子生出后，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对我，甚至待我超过宝宝。他总会温柔地带着宝宝，让宝宝不要吵我睡觉。在我半梦半醒时，还低声跟宝宝对话，让宝宝不要欺负我，长大后要保护我。日子久了，我心也软了，也在不知不觉中依赖上他。至于林燕，那家伙在我怀宝宝4个月的时候给我打过电话。季楚，我原谅你了，我们复合吧。回应他的是林毅的暴躁发言，滚，别打扰我老婆养胎。对面的林燕，我抚摸肚子，白了他一眼。谁是你老婆是你。后来宝宝1周岁后，我回去林氏上班，也答应了林毅的求婚。在年终会上，他单膝跪地，深情款款说，季楚，我爱你，请你嫁给我。我们举办了盛大的婚礼，他也带着我回了老宅，见了他的家人。他的爸妈对我很不错，直到宝宝1岁了，林毅才带我回来，还骂了他一顿，骂他不负责，是渣男，没担当。我在旁捂嘴偷笑，看他被2位老人责骂，而林燕这家伙则眼神复杂地看着我，但他不敢说话。他终究还是和盛家千金结婚了，被人收拾得老老实实。因之前和我的事，他在林毅面前更是夹起尾巴做人，丝毫不见从前的嚣张。夜里，我在林毅从小到大的房间发现了一些眼熟的饰品，那些正是当初深夜被林燕买走的粉粉嫩嫩饰品。但看着林毅房间这些饰品，我不敢确定当初那人是林燕了。林毅从洗手间出来，看到我对着那些饰品发呆，直直走到我面前，低头吻了吻我的唇。我声音颤抖，所以当初帮我的人是你。林毅拉我入怀，点了点头。是，怎么了？混蛋，你当初为什么不说？原来我喜欢的一直是你。我说我怎么对林燕感觉怪怪的，原来她就是个冒牌货。林毅笑着点了点我的头。那时我路过，总看到一个女孩在那摆摊，被相熟的同学嘲笑也不在意，明明自己没啥钱，遇上乞讨的老人却也会花钱为他们买快餐，然后自己一个人傻傻的在旁边啃馒头，日子久了就不自觉对你上心了。那天帮了你之后，我本来想问要个联系方式的，结果我太紧张就忘记了。第二天我想要去找你的时候，却发现你围着林燕转，我以为你喜欢她，我就更不敢了。本来想放弃你的，但是越这么想越放不下，直到后来你又入了林氏，看你面试时勇敢反驳面试官对女性工作的歧视，那会的你简直闪闪发光，我就更不可能放弃你了。说到最后，他叹息一句，楚楚，我真的好喜欢你呀。我静静靠在他怀里，侧耳听着他心脏稳健的跳动声。许久，我踮起脚尖，在他耳边说起迟来的喜欢。我也爱你，也谢谢你爱我那么多年。